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空腹时不宜吃的食物这个课题。当我们感到肚子饿了的时候，许多人会产生不管什么都行，想赶快吃点东西的冲动。但您是否知道，有些食物在空腹时吃的话，对身体是有害的？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酸奶等乳制品。在本次视频中，我们整理了几种常见的不适合在空腹状态下食用的食物，希望这些信息能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有益的参考。我们将基于科学依据，向大家说明为什么某些食物不适合在空腹状态下摄入。空腹时不宜吃的食物有以下3种：第一，酸奶等发酵乳制品；第二，高 GI 值食品；第三，会刺激胃的食物。接下来我会逐一解说这些食物的特点及其对身体的具体影响。首先是第一种食物，酸奶等发酵乳制品。酸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食品，因此许多人都会积极的摄取。酸奶是通过乳酸菌发酵牛奶中的乳糖而制成的，在发酵的过程中，乳糖会转化为乳酸，酸性环境会使牛奶中的酪蛋白凝固，形成固态的酸奶。这一过程不仅赋予了酸奶特有的风味和质地，也使其成为一种富含益生菌的发酵食品。酸奶及其他发酵乳饮品具有以下4个健康益处：一、营养丰富。酸奶富含钙、维生素 B 群、微量矿物质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。2、高蛋白含量。200克酸奶中大约含有12克蛋白质，充足的蛋白质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，并增强饱腹感，有助于控制食欲和管理体重。一项研究表明，与食用同等卡路里的低蛋白零食相比，食用酸奶的参与者的空腹感较少，晚餐时摄入的热量也更低。3、益生菌的作用。酸奶富含益生菌，这些活性微生物能够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，有助于缓解腹胀、腹泻、便秘等常见的胃肠道问题。此外，研究表明，益生菌还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、4骨骼和心脏健康。有研究显示，酸奶有助于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，并对心脏健康有益。酸奶虽然具有上述的各种健康益处，然而摄取酸奶的时间也很重要。建议大家避免空腹时食用酸奶，原因在于空腹时胃酸的分泌较多，胃内的高酸性环境会杀死酸奶中的乳酸菌，削弱其健康效果。这并不是说空腹食用酸奶会对身体有害，而是为了充分发挥出酸奶的健康益处，最好在胃中已有其他食物的情况下食用，例如餐后作为甜点来食用。现如今，市面上有不少添加了糖和人工甜味剂的酸奶，尽管这类酸奶的口感更好，更受大家欢迎，但它们对健康却是不利的。相比之下，无糖、无添加的原味酸奶提供了更多的健康益处，因此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无添加的原味酸奶。酸奶不适合下面2种人群：一、乳糖不耐症。部分人缺乏分解乳糖所需的酶乳糖酶，因此无法吸收乳糖，可能会出现腹泻、腹胀和胃痉挛等症状。如果你饮用牛奶后容易腹泻或肚子不适，可能是患有乳糖不耐症，应该避免食用酸奶。2、乳制品过敏。有些人对乳制品中的蛋白质，如酪蛋白和乳清蛋白过敏，所以应该避免摄取这类食品。总的来说，虽然酸奶对健康有着诸多的益处，但为了最大化其效果，建议选择无添加的原味酸奶，并在合适的时间食用。同时，对于乳糖不耐症或乳制品过敏者，应谨慎食用或寻求替代品。接下来是第2种食物，高 GI 值食品。GI 值升糖指数是指食用某种食物后血糖水平上升的速度。简单来说，高 GI 值的食物会导致血糖的迅速升高，而低 GI 值的食物则能帮助我们稳定血糖，避免其大幅波动。近年来，人们常常提到要控制血糖水平，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水平，血糖就会急剧的升高和下降，进而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的风险增加
免疫力下降，情绪波动如易怒、嗜睡、恶心、疲惫和头痛等症状。当我们喝下一瓶含有大量糖分的能量饮料时，血糖值就会迅速飙升，让我们会一时感到精力充沛。然而，在几个小时后，血糖就会急剧下降。这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，变得疲惫不堪。这种感觉就像发条玩具突然停下来一样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当血糖不稳定时，我们的身体表现和生产力也会随之波动。您可能前一刻还充满着干劲，但下一刻却感到极度的疲惫，难以维持高水平的表现。为了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和高效表现，我们需要努力维持血糖的稳定。避免血糖迅速升高的关键是减少高 GI 值食物的摄入，如白米等会快速升高血糖的食品。研究表明，选择低 GI 食物不仅有助于预防和管理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，还能有效控制体重。那么，有哪些食物是属于高 GI 值的食品呢？通常来说，精致碳水化合物如白面包、糕点，由于能迅速转化为葡萄糖，都被归为高 GI 食品。相反，富含食物纤维、蛋白质和脂肪的食物，葡萄糖的释放较慢，则属于低 GI 食品。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不同食品的 GI 值，可以查看美国糖尿病协会发布的 GI 值列表，链接已放在了说明栏，欢迎大家进行参考。一般来说， GI 值是按照下面的标准来进行分类的：55以下属于低 GI 值，56到69这个区间属于中等 GI 值，而70以上则属于高 GI 值。以下是一些典型的高 GI 值食物：白米饭、白面包、全麦面包、早餐麦片、蛋糕、零食、土豆、薯片和薯条、胡萝卜、饼干类、添加甜味的乳制品，如水果酸奶、含糖的饮料，这些都是高 GI 值的食物。这里面提到的全麦面包或许让人会感到有些意外。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的数据，白面包和全麦面包的 GI 值的差异并不大，因此从血糖水平的角度来看，这两种面包的影响是几乎没有区别的。接下来让我介绍一下低 GI 值的食物：荞麦面、意大利面、苹果、橙子、桃子等水果、绿叶蔬菜、花椰菜、青椒、蘑菇类、坚果类、牛奶、奶酪、酸奶、黄油等乳制品。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有些人可能觉得每次选择食物都要查 GI 值非常麻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推荐给大家两种降低 GI 值的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是调整进食的顺序，大家可能听说过，减肥不仅要关注吃什么，还要注意吃的顺序。但为什么进食顺序会影响到体重呢？这是因为它与血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。当您在空腹状态下，直接摄入精致碳水化合物，如白米饭或面包，血糖就会迅速上升。反之，如果胃里已经有了其他的食物，再摄入碳水化合物，就能有效地抑制血糖的急剧上升。这是因为蛋白质、脂肪或食物纤维在胃中会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这样一来，血糖水平就不会迅速的飙升。因此，碳水化合物最好放在最后再吃。以定时为例，理想的进食顺序是：先吃沙拉或汤类，接着吃蛋白质类食物，如肉类或鱼类，最后吃白米饭或面条。沙拉中的食物纤维有助于抑制血糖的上升，汤类富含水分，能增加饱腹感，减少对主食的需求。蛋白质能有效地满足食欲，帮助减少后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蛋白质常被称为食欲的刹车片，因为它能抑制我们进食的欲望。因此，即使吃了相同的食物，只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，血糖水平就不会急剧上升，从而也不容易发胖。第二种方法是增加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。正如之前所提到的，食物纤维消化比较慢，如果在进餐时先摄入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，就能有效地降低其他食物的 GI 值，特别是富含水溶性食物纤维的食物，如海藻、
蘑菇类，它们可以包裹糖分，减缓糖分的吸收，帮助平稳血糖水平。因此，建议大家多摄入海藻和蘑菇类食物。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关注血糖管理，尽量避免高 GI 值食品，并且通过调整进食顺序和增加食物纤维，来有效防止血糖快速上升。如此一来，即使不严格控制饮食，也能自然地达到健康管理和体重控制的效果。最后是第3种食物会刺激胃的食物。首先，空腹时饮酒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。比如，有些人在空腹状态下去参加聚会，一开始干杯就立即喝酒，把酒直接灌进空腹的胃里。这种做法会对胃的内壁造成损伤。此外，空腹饮酒还会给肝脏带来沉重的负担，而且啤酒等酒类通常是冰镇的。虽然很多人喜欢这种凉爽的口感，但冷饮会降低胃的消化功能，可能导致消化不良和胃胀。一些专家建议，在喝酒前先摄入牛奶、酸奶或奶酪等乳制品，为胃壁形成一层蛋白质的保护膜。虽然不一定每次都需要这样，但无论如何，空腹饮酒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，因此应该尽量避免。建议大家在喝酒前先吃点东西垫一下胃。除了酒精以外，辛辣食物也是空腹时需要避免的。像辣椒、麻辣调料等辛辣食物会刺激胃的内壁，可能引发酸性反应或胃痉挛。此外，辛辣食物会加剧胃的负担，增加消化不良的风险，因此不建议在空腹的状态下食用。例如，有些人非常喜欢麻辣豆腐等辛辣中餐，但如果空腹时进食这些食物，就需要特别小心了，因为长期如此会损伤胃部。对自己的身体多一些爱护，避免这种不良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，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，空腹时喝咖啡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。大家或许听说过，空腹喝咖啡对胃不好。也许有些人因为早晨的时间紧张，只喝一杯咖啡就出门了，所以当听到这种说法时，可能会感到担心。那么究竟事实是怎样的呢？有研究表明，咖啡的苦味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因此有人担心它会刺激胃部，甚至引发肠易激综合征等问题。咖啡还被认为可能导致胃灼热、恶心和消化不良等症状，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，并未发现咖啡会对消化系统产生明确的负面影响，即使是在空腹状态下也是如此。因此可以说，空腹喝咖啡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。不过，也有一些人对咖啡特别敏感，在喝咖啡后会感到胃灼热、恶心或消化不良，但这类人属于少数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您喝咖啡后没有出现不适的症状，那就可以放心饮用，即使是在空腹状态下也没有关系。但如果您喝咖啡后经常出现不适，那您可能是对咖啡敏感的少数人，建议尽量减少饮用或寻找替代品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